多留1塊錢都是對 AI 市場的不尊重，所以他一定會把它全部花光。他們明年花錢會不會花不出去？不是不想花的問題，剛剛講的，他們現在能花多少就花多少。另外還有一個缺電的問題，其實影響的，在今年某些財報上其實已經有開始顯現了。下班国際線，小鹿帶你看世界。如果把今年一半對切，從6月份開始到了現在，台股大盤已經經歷了3次單日跌幅超過1000點，當然投資人的心情也就跟着上上下下。同時呢，如果去觀察我們的鄰居，像是韓國資本市場比我們更戲劇性，從今年開始已經有熔斷超過40次的次數了。當然，大家最擔心的事情是，當這個台股上下的表現到底泡沫擠乾淨了沒？有沒有我們已經忽略的黑馬，或是第4季需要關注的重點呢？為你介紹今天這一集節目上面的嘉賓，歡迎騰訊投資的投資長陳正華艦長，歡迎你來到節目上。Hello， 小鹿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我今天最想要知道的就是，其實今年台灣的出口還有經濟的成長的數據，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台股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其實就跌1個月啊，不用跌1個月不緊張。對啊，你今年漲了這麼多，你忽然才修正1個月，所以都會反映應該說今年漲這麼多，當然就反映今年景氣好，甚至明年景氣也不錯。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反映在股價當中。從年初以來，台股至少漲了40-50%有吧？那你中間也不過就是修正了1個月，雖然說這1個月可能有些人會膽戰心驚，但以整個全值來講，大概就修正個15%上下。那部分個股是因為之前籌碼比較亂，或者他們本來就漲得比較誇張，所以可能股價腰斬，那會覺得很緊張。但你用整個大盤來看，就是一個漲多回檔的一個修正啊。那所以對我們來講，沒有那麼的心驚膽戰啊，大概是這樣。除非你剛好不小心買到那些腰斬的股票，要不然其實是還好。那所以簡單來講，比如說大家看權值股就看台積電嘛，台積電頂多就2400-2500塊跌到2200-2300，大概這個水準，所以。你當然可以說有跌，但其實也不是那麼大的跌幅。那你要歸咎說7月份到底在跌什麼？其實漲多了之後就很容易受到一些壞消息影響，或者不如預期的消息。那以台股今年都在漲 AI 嘛，那以 AI 來說，其實第3季目前來講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一些新產品都 delay， 那或者說它一開始初期的拉貨量比較少，像比如說輝達，大家就是看它 Rubin 的這個平台，那。有諸多的市場消息，什麼 PCB 板子出問題啊等等的。那不管怎麼說，它第3季拉的貨就比預期要少一點。那然後再來的話，像比如說第2個大家關注就 Google， 那 Google 其實也是一樣，它的 V8 大概就是到8-9月才開始比較有一些量開始要 ramp up， 所以6-7月其實沒有太多的訂單。那亞馬遜其實今年以來就是一直都是說第3季第4季才會有一些東西，所以目前我們來看，本來到了5、6、7月就是有一點青黃不接啦，就你新的東西沒上來，那舊的東西又要 end of life， 就是開始大家不要了，所以你就會有一些公司第3季的業績是不如預期，但最近看起來其實第4季的業績可能都會重新再回溫，所以以我們來講就是短線有些不如預期，那你當然就會有個修正，那修正完之後評價合理，然後籌碼乾淨，其實往第4季看相對來講就是有比較好的一些展望，大概是這樣子。所以艦長覺得其實都是健康正常的一些修正，第4季大家不用這麼擔心了。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應該說我們最後回過頭還是看基本面，基本面就是看你的算力需求是不是持續增加。那當然第一個就看這些我們所謂的 token 的用量，一些統計數據。那它告訴你我們現在每一周的 token 用量都還是持續創新高，一直在往上走。那第二個就是你 token 用量創新高之後，那你的運營商是不是要繼續增加資本支出，要符合這個需求？那目前為止也是嘛 ，Google、Meta 幾乎每家公司都在上修它的資本支出。那我覺得前一陣子大家是有點找理由啦，比如說就看到 Google 說什麼現金流是負的，忽然之間很緊張，然後要賣股票。其實這個是一個假命題，假命題的意思是它一定是負的，因為現在太賺錢了。現在這 AI data center 你賺了，你花錢下去大概1年半的時間，或者是甚至再短一點就回收。這麼短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就回收了。所以這其實統計數據都有。你用最直接的，你看 Nebius 或者 CoreWeave 這些比較偏 GPU Cloud 的公司，它的今年新增的營收跟去年的 Capex， 還有明年展望，你算一算，大概都是1年半2年之內就會回收了。所以對於現在這些 CSP 來講，他們現在最大的狀況就是錢不夠啊。就是我能花多少就花多少，所以不是 Google 的現金流是負的，是不管它賺多少它都會是負的，因為它就全部花光。
多留1塊錢都是對 AI 市場的不尊重，所以他一定會把它全部花光。所以現金流是負的是一個偽命題，就是他一定會把它花到光，因為現在市場需求很強。那他一定會花光之後，所以跌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其實是籌碼很亂。因為漲多了嘛，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融資很多啦，槓上加槓啦，世代同堂啦。那韓國當然是最嚴重的地方嘛，你就是融資去買槓桿 ETF， 就跟台灣期貨差不多了，大概就這種5倍10倍槓桿在玩的。那當然你很容易就槓桿都不代表一定會崩盤，它只代表波動大。那波動大的話，當然就遇到這一陣子剛好大家覺得籌碼太亂了，又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它的修正就會激烈一些。那現在其實你看韓國或台灣這些不穩定的籌碼都被洗出去很多。所以對我們來講，現在就是基本面還是很好，那籌碼又變乾淨，而景氣第4季又回溫，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我跟你們說，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超級驚人的，就是我發現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國際線，但是呢，有超過1半以上的人沒有訂閱。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這個節目，也喜歡我們選擇的內容，我想拜託你幫忙，幫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現在趕快移動到訂閱那個按鈕，按下去吧。因為呢，這個動作可能不花你1秒鐘的時間，也是完全免費的，但是對於我還有團隊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勵。我看着你們的訂閱，我就有更多的動力，把這個節目做得更深更好，長期的陪伴大家。請大家幫忙按下訂閱，下班國際線。我發現市場上面好像對於1.5年在資料中心可以回本賺錢這個時間點，感覺很陌生，因為大家都在問說你龐大的資本支出，你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本？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1.5年。哦，這其實真的你很簡單了，算我們用第一個我剛剛提到的，比如你把那個我們就用 Nebius 當舉例好了。那 Nebius 這家公司，數字可能稍微略有出入啊，我腦袋沒有完全記住。比如說他可能去年花了80億美金做資本支出，他今年多的營收就多了40-50億美金。那所以等於說他馬上多賺的錢，1-2年內他就把這個部分先賺回來，他的營運成本能不能先不管。那但是為什麼 Nebius 他們還是會缺錢？因為他今年的資本支出變成230億，因為太賺錢了，所以他今年想要募更多的錢來做。那然後他明年大家就會預估市場，他可以賺個10幾%的10幾個 billion 的這個營收回來。我們大概有做一個統計啦，就剛提到的，就是你今年新增加的營收跟你去年的資本支出比，大概成長多少？那簡單來講，去年花了100塊，你大概今年就可以增加40塊的營收，這是平均。那這裡面還有一些比較低的，就是什麼 General Server 這種本來就回收期限要比較久的，所以你如果是 Nebius 跟 CoreWeave 這種公司，他們大概去年花100塊，今年就可以多60塊的營收，所以1年半就回收了。那所以像比如說那個最近另外一個例子是大家在看那個 XAI， 那 XAI 它今年的資本支出大家不是要花非常多錢嘛？那它現在花非常多錢，但是它還是會繼續投資，而且它剛好是 IPO 就是為了投資。那你用它跟那個他跟 Anthropic 有簽一個合約，然後跟 Google 也簽了一個合約。你去仔細算它目前的那個報價，因為現在現貨價很高，所以他們的報價比一般的現貨價還高了50%到1倍。所以換算回來，就是剛剛講的，以他現在租給那個 Anthropic 的這個價格，你回推，他大概真的就是1年半以內，他的投資就全部回本了。所以對他們來講，現在就是這是最好賺錢的生意啊，趕快投啊。所以。沒有說不能回收的問題，這家公司的業績都告訴你了，他們的業績是快速成長的。所有的 CSP 最近公布的業績 ，Amazon、Google、Microsoft， 每一家公司 Cloud 的 Revenue 都是同比大幅增長，因為他們去年投了很多錢，今年就會享受這些資本支出帶來的利潤。那所以因為太賺錢了，所以他們就繼續要投更多錢。所以這樣才說，如果你這個用1分錢不用在 AI 市場上面，其實就是對他的不尊重。對啊，這麼賺錢的生意，你現在不投，那你以後什麼時候投？而且應該說，美國來講還有更大問題。你現在當然這是 long term 一個比較需要考慮擔心的地方，就是缺電。而且特別是現在各個地方抗爭越來越激烈，那你可能會很多資料中心不能蓋。這麼賺錢的生意以後不能蓋，現在不投你要等什麼時候？等到以後禁止你投的時候，對啊，那你那時候再投沒有意義啊。你搞不好那時候想投都沒辦法投。對，好，那剛剛有聊到韓國的市場嘛，我們就看外資。我這邊有一個數據跟大家分析，外資買超台股是買進了台股17億美元，但是賣超韓國的股市是賣出了62億美元。那我想請教艦長，外資怎麼評價現在台灣的資本市場？簡單來說，外資看台灣或是看韓國啦，其實一定都是看 AI 或科技相關的嘛。那當然，你說他們賣韓國賣的比較多，這某些程度其實籌碼的因素佔很大，當然跟基本面，就剛講的記憶體最近市場上有些雜音，那以及再來就是剛講籌碼面的因素。那籌碼面的因素，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知道很多的 hedge fund 就是對沖基金，那他們在市場上的影響力還蠻大的。那 hedge fund 有一個，比如說在目前亞洲 hedge fund 有一些很普遍的一個運營模式，我們叫 multi strategy， 就是一些多策略的模式，或者把它叫平台。那這些人他們通常就是會有一個限制，就他們要做嚴格的避險。那嚴格的避險就是你一定買100塊要放空100塊。那與此同時，他們有很嚴厲的停損機制，比如說你可能賠個2.5%，你的部位就被砍一半；你賠5%，你就被 fire 掉，類似這樣的狀況。那很不幸的，在7月這麼大的波動的狀況下，韓國的部位很容易就跌了5%。所以其實上2個禮拜我們聽到一些比較不幸的消息，就是香港有一些朋友研究韓國、日本的，可能就被資遣了。那當然，他們被 let go 的狀況下，他們要原本所有的部位公司就全部把它清掉。那等到找了新的人來再說。所以最近外資在韓國跟日本有一些是過度修正的狀況，是因為那個機制上面設計的問題。機制上就是這些經理人被請走了。那請走了，我就是要把這些部位清掉，換了新的人來，也許又是韓國的經理人，也許不是，不知道，再看他們決定要怎麼部位。所以，韓國跟日本一定有一個超賣的現象，跟這其實也是籌碼面因素啊。除了韓國自己殺融資之外，這種對沖基金的這些經理人的異動也是有比較大的影響。那比較幸運的是，台灣的經理人行還沒事，所以還沒有看到，因為台股跌的也沒韓國那麼重啊。而且嚴格來講，你只要有台積電，再怎麼說你跌幅也相對有限，不像韓國的波動有那麼激烈。因為韓國真的是連even三星、海力士這種大公司都跌60%，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狀況。所以要在韓國，你相對來講沒有賠到錢，其實是比較不容易啊。台股還相對好一點，所以8月以來，因為你籌碼清乾淨了嘛，那重新建部位，那當然相對來講就會是一個買超。截至上周吧，我們看那些外資統計的報告，就是亞洲區的經理人他們目前的持股水位，大概是過去1年以來的槓桿比例啊，槓桿率大概是最低的4%。也就是已經清到過去1年來最低的幾天的水準了，那蠻好的。對，就清好，就大家都賣光了，大概這種感覺。那當然，你用10年的角度，大概在最低的20%，因為過去1年1-2年因為 AI 的關係，槓桿率有增加嘛。但是你如果只看過去1年，那其實目前的槓桿率只有過去1年來最低的4%而已，所以算是一個大家部位都清掉很多的狀況。所以你都賣光了嘛，所以你现在只會買。所以就是理論上接下來買超的機會會比較大一點。艦長，我聽到現在也是十足的信心，十足的樂觀，就從數據上面告訴你這個信心是可以持續到第4季。短線上我們看起來這個信心度是夠的啦。不過剛剛講其實長線有一些擔憂的東西。那我就剛講，其實長線最大的問題是缺電。那缺電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到年底可能會大家更重視一點，或者更麻煩一點，因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美國7月份有一個40幾個州串聯的一個大遊行，就是抗議蓋資料中心這件事情。那資料中心目前最大的建設就是在美國，這個毋庸置疑，你也很難把它移到別的國家，因為有各自的問題，你不能把美國人的資料都到外國去，做一些這個計算啊等等的，所以你一定要留在美國。那如果美國的算力需求這麼強，然後你資料中心不能蓋，那明年就會變成搞不好 CSP 不是現金流是負的，而是現金流會變得很好，因為它花不了錢，因為你蓋不了。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在今年的期中選舉後，搞不好要更注意，因為期中選舉除了選參眾議員之外，有好幾個州可能會同時有些公投，就是說到底能不能夠蓋資料中心，或者要禁止蓋資料中心。那如果有一些這個公投結果是比較反 AI 的，那的確在資料中心的建制上會受到一些影響。另外就是很多參眾議員他們現在競選的政策就是反 AI 嘛，所以他們如果當選了，會不會在聯邦法律上在未來的3到6個月內訂立一些政策，說你不能再蓋？那到最後就會變成這個整個投資邏輯可能就會需要修改，變成說，因為大家現在都覺得，以6大 CSP， 大家都覺得今年資本支出大概是8000億美金嘛，明年我覺得 consensus 已經共識就是1.2兆到1.4兆這個水準，甚至要增加不少。但如果明年美國能夠供應的電比今年還少，那最後會是什麼樣的狀況？那其實這個數字就會遠遠不如預期，所以。我並不會說完全沒有風險，這個其實是我會蠻關注的一個風險，就是美國缺電的這個問題。那有點像我們在講長短料，那現在最短的料就變成電力，對，所以變成說一切都是以電力這個為核心，要看說它相關的可能會反而是一個比較好的投資標的，因為它是最短的料。但其他的半導體供應鏈，可能要小心一點，如果這件事情真的發生，反而對半導體當然就是不好的。我覺得這個角度很有趣，因為我們上集才聊到說，以前我們覺得在美國分裂的議題可能是移民啊、槍支啊、墮胎的問題，現在還有就是其實基層的人民
蠻大部分是對於這些大的科技公司要蓋科技資料中心、AI 資料中心非常反對的。你剛剛有說有一些政策11月可能會跟着期中選舉一起打投票選出來。那如果真的未來資料中心蓋不了，然後又缺電，你說對台灣的半導體的影響是什麼？因為我還是很想知道對於台積電的影響。其實最簡單的影響就是我們剛剛講了，你今年資本支出假設8000億，明年1.4兆，大家都覺得要做到這個水準，因為你記憶體也漲價嘛，然後什麼PCB 板也漲價啦，台積電也要漲價啦，什麼東西都漲價，所以你如果沒有1.4兆的資本支出，你是沒有辦法應付所有的零部件全部在漲價的這個狀況。如果明年最後他们只能花掉8000億一部分，那代表明年市場沒有增長，他花的錢沒有變多，你的業績怎麼可以增長？這就是最源頭的問題了。源頭的這些人花的錢就是沒有變多，那你even台積電，我每年要維持20%的成長，怎麼做到？那要麼就是以前是覺得市場成長很快嘛，大家雨露均沾。以後如果台積電要成長，是不是要犧牲其他人？或者台積電也會受到這個影響，沒辦法成長？這個就是一個可能需要考慮的問題。所以結論就是，到底最源頭這些人，他們明年花錢會不會花不出去？不是不想花的問題，剛剛講的，他們現在能花多少就花多少，而是會不會花不出去？那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缺電的問題，其實影響的。在今年某些財報上，其實已經有開始顯現了，只是還沒有完全出來。就是你會看到今年上半年像，有些公司他們會公布一個項目在財報上叫做 Asset Not in Service， 那就是等於我已經買了 GPU， 但還沒有上線。那很簡單理由就是，資料中心還沒蓋好，缺電，所以我買了一堆 GPU， 但不能用，就卡住了。那這幾個數字裡面呢，有2家公司有公布 quarterly 的資料，就 Meta 跟 Google。他們是每一季都有公布，那你用他們公布的數字來看，其實 Meta 跟 Google 今年上半年買的這些他們的 Capex 大概有一半沒有用，所以就等於是有一半是閒置的，就光是今年的支出的部分，就有一半是多買的。那另外的話，像 Oracle 它是用年來公布，它會計年度剛好到今年6月，所以你用它去年買的新增加的這些沒有服務的東西除以它的 Capex 的話，大概也是40%，就是有40%的這些 GPU 買了之後是閒置在那邊的，所以我們剛剛講今年花了8000億，實際上搞不好真正能夠 deploy 就是運用在市場上，可能只有4-5千，有3000搞不好是庫存。那明年實際上能部署的，假設這些法案通過，它搞不好也是4-5千，甚至不小心更少一點都有可能。那你還能花到1.4兆嗎？這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問號。所以我現在還沒有結論，但是我只能說我目前研究的狀況看到的一些資料，的確這是一個比較大的concern。當然有一些備用方案，當然我們就不能講這麼悲觀嘛，要講一些有機會改善這個狀況。比如說第一個當然就是天然氣，像馬斯克的那個 Crusoe 它就是燒天然氣，那相對來講，對，就自己發電，自己搞自己發電就不用拉線。現在的狀況是你電廠你沒辦法拉線。因為你拉這種一般電網的電，第一個很慢，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居民抗議嘛，不准你拉這些電網，因為你用了一般原本的電之後，就影響到居民的電費，這些都有可能，所以他不讓你拉電網，那變資料中心要自己發電，自己發電現在我們一般叫 BTN， 就是那個就是表後發電，大概是這樣的意思。那天然氣發電是一個，那當然就燃料電池，比如說像 Blue Energy 他們做燃料電池，這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那只是所以他們都說他們產能已經滿到2028年了，就的確這個是現在大家都往這個方向走，因為你拉不了電網。那還有一些，比如說最近看到有些報告在講說，美國有很多原本比特幣的礦場，那這些比特幣現在也賺不了錢了，乾脆把這些礦場改來做資料中心好了。那當然他們的電力有沒有這麼多不知道，但是估計起來可能也有好幾個 gigawatt 有辦法來補，所以只能說現在大家是陸陸續續的在找一些備用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那當然我們最後是希望，即便有很多這個抗爭，但最後還是能夠順利解決。那當然就沒什麼問題。但我只能說以今年如果進入到年底，就剛剛講11月期中選舉過後。這個電的供應能不能順利的趕上，這可能會是我自己比較關注的長線的應用。對，那短線沒什麼問題啦。理解，而且很特別的事情是，市場上面為了去因應這種缺電的替代方案，現在也變成一個投資的標的，大家都追着它。好，我回頭想來聊一下台積電。這樣你之前也講過，你說台積電不太願意擴大 CoWoS 的產能，因為再過幾年馬上就要進入新的 CoPoS 的時代了。這樣在這邊有抓到機會，可不可以幫我們的觀眾朋友再簡單聊一下，就是在製程跟應用上面這2種不同的差異是什麼？那接下來台積電的策略，它為什麼這樣子調整 ？OK， 其實後來 CoWoS 又加訂單回來了，因為 CoPoS delay 了。那簡單來講
其實 CoWoS 跟 CoPoS 的原理基本上類似，只是說我現在中間的這個CoWoS 是 wafer 嘛，所以它在做它中間這個叫做什麼 interposer， 就是中介層的時候，它是用矽晶圓，然後上面去長一層一層的 RDL 就有機材料，然後去做這個東西，然後把這晶片放上去，它是圓形的。CoPoS 其實就是要把這個載體變成方形的。就是就正方形的，類似這種感覺。好處是因為我一顆晶片越来越大，我圓形的，比如說他們現在要目標就是大概到8個 reticle 以上，那一個 reticle 是858 mm square， 所以你就886就在6000多 mm square 這麼大的圓的這麼大的晶片的時候，你放在圓形的基板上呢，你一片12寸可能只能切4顆。因為你中間浪費的空間很多，因為你是圓形嘛，所以邊邊角角本來就會用掉。你如果把它變成方形的，一樣是310乘300，因為12寸300直徑300 mm 嘛，那你變方形就300乘300，那台積電310乘310啦，多留了10 mm， 那差不多的尺寸，但是你就可以切12顆。那所以我做的製程，因為它有很多我們叫做 wafer level process， 就是我一次進去可能是一起做沉積啊等等的這些東西。那我沉積的這些時間可能都一樣，我沉積圓的或方的可能差不多。那結果我一樣的時間、一樣的設備做出來，我 CoWoS 只能做4顆 ，CoPoS 可以做12顆。那當然成本效益就會好很多，那lead time就是製造的這些 cycle time 等等也會好很多。所以做成 CoPoS， 它把圓的改成方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因為晶片太大了。所以圓形會浪費很多邊邊角角的地方，那我做成方形就沒有浪費。那當然缺點現在就是說，因為從以前以來就沒有做過方形的東西，所以圓形變方形不是只是把改成方形就好了，所以很多的字句等全部都要做排列。對，然後就剛剛講，因為又有很多是類似塗一些 chemical 材料等等的，原本圓形的塗的方式跟方形的塗的方式很多都完全不一樣，所以就變成說你圓形跟方形。感覺好像都一樣的尺寸，但實際上你很多設備是全部要做大幅的修改。那而且它基本上講，你只有做到大的晶片才有這個效益。你做小的晶片，其實圓跟方的差異沒那麼大。對，那所以目前來說，當他們現在是發現以後要做到我剛剛講的8個 reticle、9個 reticle 或 even 更高，做到14個 reticle 的產品的時候，這可能就是一個比較需要去開發的一個製程，因為會比較成本效益。但後來有一點 delay， 其實。第一個是，其實 NVIDIA 後來發現它沒有必要這麼快去走這麼大尺寸的東西，因為我們現在常常在講 IC 都會說你越來越功能要越整越多，越來越厲害嘛。但是你現在整個晶片做得越來越大之後，你會發現有個問題，就是我 server 就這麼大，那我晶片變大之後，我的 server 沒有變大，所以我們以現在來講 ，NVIDIA 的 Rubin 大概是5.5個 reticle 的尺寸，我一台一般的 server 大概可以放4顆，那我如果把它做成8個 reticle。這麼大之後，我一個 server 只能放2顆，那所以我如果用一個 server， 就是一個我們叫 compute tray 好了，就這個一個 tray， 它的算力來講，5.5個 reticle 放4顆，跟8個 reticle 放2顆，其實算力差不多。那我去把它做這麼大幹嘛？因為我最後的限制是這一個 server 的尺寸，對，這個 tray 的尺寸，這個 tray 的尺寸就固定了。那我把就剛剛講的，我做8個 reticle 到底有什麼意義？又比較難做，然後又複雜，良率又低，然後因為挖鼻舉什麼問題都更嚴重，所以整個製程變得更麻煩。而且現在台積電 to be honest 超過5.5 reticle 也不是很好做，也做得不太好。那在這個狀況下，我為什麼一定要做這麼大？那我還不如小顆的，我就做4顆就好了嘛。所以其實目前看起來 NVIDIA 的 Rubin Ultra 並沒有要做成這麼大顆，它就維持5.5個 reticle。這個 CoWoS 還是 OK， 對，就 CoWoS 還是繼續用啊，就它並沒有要那麼快的就改成說一定要用到 CoPoS 才能做，所以這是第一點。然後第二點，那時候，比如說像 follow 這個問題，就變成說，那你下一代的產品到底該怎麼設計？如果你不做得更大，那其實它那就是往上堆啊。我的尺寸是固定，但我上面多堆一個嘛，就我原本是一個 GPU， 那然後加個幾個那個 HBM， 那我現在就這個 GPU 上面再堆一個 GPU。我從3D 的方式去增加它的算力，這樣我一樣這樣的尺寸，但我的算力可以加倍，所以我就用 SOIC 嘛，所以反而接下來 SOIC 的投資可能會是比較大的重點，因為我就是用 3D 的方式把它堆上去，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明年是 Rubin Ultra 嘛，在下一代的飛門目前看到它可能就是用 SOIC 多堆一個 GPU，它並不是就並不是說我把它做得更大，
而是一樣的尺寸我堆更多，大概是這樣，所以往上發展。对，所以變成說這個時候你是不是一定用到 Copos 這麼大的面積啊？就是要用到 Copos 就變得有點不一定。那當然以技術發展來講，做大還是有它的一些就剛講的可能整合更多的function等等的，會還是有一些好處在，所以還是有往這個方向發展的技術。但目前看起來往3D 發展的這一塊，可能的動作還會再更快一點。理解，大概是這樣子。市場上面現在聽起來就是有一點邊走邊看嘛，試試看，然後也跟最新的產品都看看看这適不適合，對，然後回頭來推這樣子的效率啊或產值產能合不合？那我接下來想問就是聯發科，因為今年6月曾經有外資把聯發科的目標價上調到1萬元，原因是因為它成功切入了就是Google TPU 的這個產業鏈當中。下半年也不到下半年啦，就剩下幾個月，你覺得聯發科的表現會怎麼樣？聯發科其實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或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它其實今年的獲利不高。所以大家都是對未來有很高的預期，因為它主要做它現在業績主要還是做手機嘛。那比如說去年 EPS 60-70塊，今年大家預估可能也是60幾塊，因為手機是衰退的。那所以聯發科能夠漲到這個水位，都是因為大家對明後年它 AI 的這個 TPU 這一塊的預期很高。那明年就開始做 TPU V8 嘛，因為今年底開始有小量，那做 TPU V8，那在2028年可能要做 TPU V9，類似這個樣子。那前一陣子股價忽然之間蹦上了5000多塊，其實那時候反映的就是它在 V9 這個世代，它的市占率可能會蠻高的，有可能變成主要的 source。那原本跟聯發在搶這個 TPU 訂單的就是 Broadcom 嘛。那目前看起來 V9 這個世代聯發科有一個比較獨特的地方是，它在 SerDes 上面，它幫 Google 開了一個特規的300G 的 SerDes。一般 SerDes 現在都是200G 嘛，那下一代就400G， 不管是 NVIDIA 或 Google，或 Broadcom， 其實下一代都是要做400G 的這個 SerDes。但 400G 現在看起來難度非常高，雷射本身也有一些問題，然後這個IC 本身更難，因為 400G SerDes 可能你要用到2奈米制程才做得出來，那甚至有人說要用到 A16 才做 A14 才做得出來。那2奈米的話，現在台積電今年量產只是給手機用的，你要給 AI 用至少等2年。那2年後弄出來之後，你要用到你的 DSP 等等全部都 ready， 可以大量量產，可能又要再等個1-2年的時間。所以 400G 其實沒那麼快。我們現在看到剛剛提到 NVIDIA 其實2028年的飛門還是留在200G。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Google 就決定開一個自己特規的，我開一個300G， 就我400G 做不出來嘛。200G 它嫌有點落後嘛，它開了一個300這個規格，然後聯發科願意，聯發就幫他開這個特規。那博通就沒有開這個特規，他就直接要跳400，但是做得很慢，就剛剛講的，現在做不出來。所以在 V9 這個世代，可能聯發會變成獨家供應，就變這個狀況。所以前陣子它股價忽然蹦上去，就是說，V9 這個世代可能獨家。那當然，如果獨家的話，它2028年的 EPS 可能就有很大的一個想象空間。那大家就開始給了各種各樣很誇張的目標價。但是有點麻煩的是，為什麼最近又忽然下來？因為忽然之間剛講 V9 它可能獨佔，但最近市場上開始在講 V10 它又會掉屑了。那 V10 就有人說 AMD 要進來，也有人說這個創意要進來，最近連創意都被提出來說，搞不好會是其中一個但它因為它一顆晶片有好多顆不同的function啊，所以某些地方找不同的供應商這是有可能的。那所以說是不是，然後再這樣到 V10 可能 400G SerDes ready 了，那博通又會回來。所以聯發會不會只有好1年，然後接着 V10 又不行了？那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就是消息很亂的狀況。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V9 其實都已經是2028年的事情 ，V10 大概就是2029、2030的事情。所以你現在因為2028的好消息漲了一下，說2029的壞消息又跌一下，我只能覺得市場競爭太激烈了，大家都在預判你的預判，所以不斷的根據一點點的新消息就做了很激烈的動作，但本質上其實都沒有變，就是說他現在開始做 Google 的東西，明年 V8 量產會不錯，2028年 V9 應該也會不錯，2029年說出來連輝達或台積電都不一定確定2029，對，所以你現在就說2029它一定會輸或者怎麼樣的，有點太早了。但反正市場上就是很競爭，有時候聽到一些消息，看到黑影就開槍，對，很敏感，就會有這個狀況。對，所以短線上，而且剛好剛剛講嘛，因為大盤不好。那大盤不好在跌的時候，壞消息就會特別被放大。大盤好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忘了它。不好的時候，任何壞消息就導致一個賣股票的理由，就變成這樣子。對。那好不容易店長來，我覺得可能投資朋友最關心的就是要借重你研究半導體這麼長的時間，有沒有什麼黑馬是其實現在你打開 YouTube 啊、電視啊，還是沒有在討論，但是很值得關心的這些族群？如果真的我說黑馬很值得討論，我覺得其實就是電。
還是就剛剛講的，就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電的替代方案，對，就替代方案，对不对？就这些電的替代方案，我覺得會是市場上目前開始在研究了啦。而且因為大家還沒有那麼迫切理由要研究，是因為11月還沒到，期中選舉還沒到，不知道選出來怎麼樣。對，不知道選出來怎麼樣，你現在就是提前去擔心到可能又擔心太早了。那但是的確這個我覺得可能是明年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是市場目前研究沒有那麼多，開始有人研究了，因為這裡面很多其實是國外的公司啦。就剛剛講的，不管是你做天然氣相關的，或燃料電池相關的，那當然太陽能相關等等的，那這裡面台灣當然有一些相關的供應鏈，但我覺得相對投入的研究還不算太多，因為剛剛講傳統 AI 硬體這邊大家花太多時間在研究了，所以這一塊我覺得目前大家在研究長短料，還沒有想到電這一塊會是最短的料，這是第一點。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這算是新興能源領域了對不對？也不一定是新能源，它就基礎建，就算比較先電的基礎建設，或者是剛講表後發電，其實就是它不一定是新的東西，但是就是一個未來1-2年大家會特別需要關注的一個題材。這我覺得可能是第一個在這一塊。那第二個，我覺得目前以看明年的產品規格變化，其實變化最大的還是光。就是大家現在講 Google， 就是不管是那個 NVIDIA 或是 Google 等等的，他們現在開始把就是光的部分開始拿來用在 Scale Up 這一塊。那原本都是做在 Scale Out， 就是跨 Rack 之間、跨機櫃之間的連線。那現在跨機櫃，它也想要做 Scale Up， 就是把幾個 GPU 直接互連在一起，並不只是用一個光模塊傳輸而已。那以目前 NVIDIA 的規劃，有人說 CPU， 有人說 NPU， 不重要，因為反正都是類似的概念。就說你拿這個光來做 Scale Up 的話，一個 GPU 現在大概會對應4個 3.2T 的 OE， 就 Optical Engine， 就光機引擎。那這個需求量還蠻大，因為現在一個 GPU 大概只對應1個。然後還是 1.6T， 那到明年到 Rubin Alpha， 它會一個 GPU 直接對應多了4個，就4倍的增長空間。所以對光相關的，不管是雷射，然後或是一些相關的一些做模組啦，或者是一些這種CPU 的一些封裝的一些相關，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測試設備，它其實想象空間都會還蠻大的。因為這是台廠公司嗎？還是？台灣有，但國外有，台灣有，對不對？對，國外台灣都有，對。Okay. 那所以相關的公司其實這一塊的，因為產業成長太快了，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會是明年還蠻值得注意的。但前一陣子，因為它應該說這個想象空間其實之前大家就有想過，所以股價之前衝非常高，那當然跌也跌得很深。那現在就是剛講7、8月這一波反應完了，那NVIDIA 他們的一些產品的技術藍圖也比較確定了，到底要做哪一個走哪條路，做哪個方向，所以現在往後看這個能見度是變得比較明確一點，所以我覺得光依然會是往後看一個比較明確的族群，大概是這樣。一個電一個光，一個電一個光，還有嗎？一個電一個光，其他我覺得都差不多啦，就是一些現有的材料的升級嘛，就 CCL 跟 ABF 的一些升級。那 ABF 光其實也影響到 ABF， 因為簡單講 ，ABF 是看面積嘛，你的晶片面積越大，你用的 ABF 就越多。那加光機引擎就是讓面積變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忽然之間我的面積就多了好幾個光機引擎嘛，所以它就原本晶片這麼小一顆，我加了這一堆之後就變這麼大一個，那我的基板直接就變這麼大一片，然後它有好幾層的一些傳輸在裡面，所以CPU 會直接 CPU 或 NPU 這種東西直接受惠的可能就是 ABF 這一塊。會是一個比較直接的一個跟光扯上關係的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受惠的族群，大概是這樣子。理解。這樣你每次來都給我們很就是怎麼說很扎實的這些技術分析。如果有投資人他在下半年說這些我都不想去理解，我就想要知道一個大方向，我到底是應該繼續信任台股的這個市場，還是我應該分散接下來我的資金去做比較平衡的配置？你會怎麼建議他？我覺得最基本的大方向是 AI 需求很強，算力需求很強，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統計的資料都還是告訴你，這個算力需求一直往上走。那當然你可以說有些是開源模型，有些是閉源模型，所以你如果是投資模型公司，你就有比較大的風險，開源的會贏還是閉源的會贏，不知道。但是對，但是你如果是 CSP， 就剛剛講的，就是 Service Provider， 不管 Amazon， 它沒差，不管你是跑什麼模型，你都用我的算力。那所以反正我的 CSP 現在生意就是很好，算力需求就是很強，所以以這一段來講，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fundamental 最後面的就是供不應求的這件事情會持續。那當然供不應求看你是到哪個階段，就剛講，你如果是電就缺的話，那你最值得買的就是 CSP 跟電這兩塊，因為你算力供不應求，所以賣算力的這些人他們還可以漲價。就是像 Nimbus 啊 Coif 他們搞不好也可以漲價，繼續定價定高，對，繼續定價定很高。所以剛剛講，現在1年半回本，搞不好1年就回本。因為有算力的是老大，因為其他人幹不出來嘛。所以這個狀況下 ，CSP 一定是相對比較賺錢的。那
當然這個階段下你的其他的半導體啊、硬體可能就比較不好。那如果電的 bottleneck 被解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路向上了，对，就一路均沾，什麼都會好。好，時間真的過得很快，2026年已經邁入了第4季了，然後我們見證了非常多 AI 產業的發展。然後這些其實也很巧合的，今天跟中美啊、政策啊比較大的這個議題牽扯上關係。建長每次來，你的這個洞見跟數據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不論是下半年或是明年，我們在掌握這個可以預見未來的時候，都還可以再請教建長。沒問題，謝謝。今天時間關係，下班國際線到這邊告一段落，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見，大家拜拜。